就只有他是杀害前面2位大人的唯一一个人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有一个证据，二宝。这个道具在前2个案子里面也出现过，它就像鬼魅一般，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，在该出现的地方却凭空消失。那这个道具到底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快说呀！别卖关子了，大家都等着呢。这个道具就是桃。脚印。可我们找不到装水的容器呀。对啊，我之前说过，凶手在杀人之后堂而皇之的把陶罐带出去，这个跟之前案子的手法是一模一样的，而且能做到这点的，就只有你，慧元师太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你看师太。他连走路都那么不方便，怎么可能做这么多事儿啊？正是因为慧元师太的腿脚不方便，携带一个陶罐不容易被人发现，才有了这种可能。二宝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二宝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一般双腿正常的人要带这么一个陶罐，不被人发现基本上是没可能的。但如果是一个双腿不方便的人呢？少爷，我快忍不住了。你先过来。如果是一个正常人这样走路的话，肯定会有人跑过去问他：“你的腿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当你靠近的时候，就会知道他是在耍一个把戏。他穿着这么宽松的袍子，其实就是在掩盖把戏的真相。少爷，我腿都麻了，麻烦您快点儿。放下吧，放下吧，放下吧。一般人要像二宝这样夹住陶罐走几步路都有困难，所以这事一定要长时间训练。在这里，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到，他就是慧元师太。可是，师太为何要杀那4位大臣？他和他们无冤无仇啊！真的是无冤无仇吗？这凶手无论如何都要用4大天王的传说去杀人，连被抓的周道也不放过，还有杀害了无辜的老婆婆，还伤了李婉清。难道慧元师太与20年前发生的妃子失踪一案有关系？为了报仇，所以杀死了赵双全等4人。可是，师太是贞观2年才来的本寺，离妃子失踪案已经都过了1年多了，这在庙志上是有记载的。师太怎么会和妃子有关系呢？
如果无关的话，他怎么会杀害知道真相的疯婆子呢？胡说！师太平时对老婆婆最好，这不可能的。你说师太杀人有什么证据？证据就在师太的身上。当时我跟李婉清去到后山找老婆婆，但是被人跟踪和偷袭。我跟这个人交过手，彼此都伤了对方。如果我没推断错的话，师太，你右肩应该活动很困难吧？师太，得罪了。明空师太，能否请您检查一下慧媛师太的右肩？这好了，你们就不必难为明空了。没错，这几个人都是我杀的。不会的，师父，您……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杀赵双全他们？哼，我是谁，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他们都死得异样，他们都该死。我心足矣，又有什么可说？你，可师太一向以慈悲为怀，你怎么可以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啊？我想，慧媛师太是为了武德9年那场血案复仇吧？没错，20多年前6月初4，陛下和明空师太尚且年幼，我跟元芳、孟瑶还没出生，所以对这个日子没有什么感觉。但是几位长辈应该对此事还历历在目吧？你说的可是玄武门之变？没错。其实让我把案子跟这件事联系在一起的是王世伯。我？那天我问你关于赵将军的身世，你这样提醒了我。你说赵双全，他和欧阳昊天原本是尹太子李建成府中小小的府兵头子，在玄武门一役中，二人突然倒戈，背叛了李建成，拱手交出东宫，使得先帝兵不血刃，拿下了太子府。这又如何？陛下，我想请问，宫中的嫔妃为何会送到感业寺？这一般而言，按宫里的规矩，若是王室有人去世，那些没有子女的嫔妃便会送到寺院、道观或者尼姑庵中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我记得贞观元年是先帝太宗头1年登基，对吧？是。那玄武门一役之后，既不是高祖的嫔妃，也不是先帝太宗的嫔妃，那么贞观元年送来感业寺的是谁的妃子呢？难道是那个既有皇族身份又意外去世的人，就只有一个，就是当时的皇太子，在玄武门之变中被先帝亲手处决的李建成。赵双全和欧阳昊天当年本来是李建成的部下，但是由于玄武门一役之中临阵倒戈，成为了先帝的亲信，跟随了先帝。之后，先帝叫二人护送李建成的遗孀来到了感业寺，这自然也是合情合理。我说的对吗，慧媛师太？不，应该说是当年的太子妃娘娘。王施主，你抬举我了，我何德何能成为王子的王妃呀？太子妃早在20多年前，已被欧阳昊天那小子给残害了。那你到底是谁？你当然不会知道我是谁了。你是李世民的儿子，你怎么会知道当年他在玄武门干下的好事？放肆！竟敢直呼先帝的名讳！来人呐，给我拿下！诺后，且慢。哼哼，先帝，李世民，他杀兄弑弟，逼夫屠侄，这等无情无义的人，居然也配叫做先帝？当年，要不是他用他那肮脏的双手亲自射杀了皇太子李建成，现在坐在龙椅上的
不是你晋王李治，而是安王李成道了。大胆妖婆，竟敢如此放肆！把他押下去，立即处死！且慢，陛下，让他说完。我生在并州的薛家，家里世代从戎，为高祖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武德5年，我跟姐姐同时被选入宫，蒙太子李建成的恩宠。姐姐被选为良缘，而我则成了东宫的女官。本以为呢，从此可以过上好日子，谁曾想，武德9年的6月初4，李世民他血洗东宫，小太子被欧阳昊天射杀，我也被他砍伤。幸亏尉迟敬德及时赶到，竭力劝阻，姐姐才留下一命，躲过一劫。数月后，我被没入东宫，成了李世民的宫女，而姐姐她和另外3个人，因为是太子的妻妾，就由赵双全和欧阳昊天一起押往感业寺出家为尼。就在我们分手的那一天，姐姐她悄悄地告诉我，她怀了太子的孩子。当时姐姐原本想誓死保住太子的唯一血脉，可是李世民他是一个何等的残忍之徒，说是把他们送往感业寺出家为尼，只不过是为他在宫外行凶杀人提供了一个借口而已。1年以后，大批宫女被遣出宫，我来到感业寺寻找姐姐，却被告知他们在来的当天就已经失踪了。我当然不会相信他们什么失踪的鬼话。我为了查明真相，我将我自己半老半瘸，并在这里出家为尼。我一直认为姐姐被秘密地囚禁在某处，每到深夜我就出来打探，直到有一天我在后山遇见了疯婆子。来，慢点吃，慢点吃，还有呢。来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好吃，比天王殿的馒头好吃。天王的眼睛在流血，好可怕！什么？诅咒，是诅咒。天王说了，都得死，反抗天王的人都得死，都得死。你说什么天王？你在说什么？天王把他们都杀了，头砍了下来，死了，杀了，全杀了，死了，都死了。后来我到处打探姐姐的尸体未果，那个时候恰逢周道和张进鹏奉旨修缮感业寺，可是我却发现别的殿里的佛像都被重新塑造，独独这天王殿里的4大天王只是被重涂了金身。当时我就预感到这里面会有问题。之后你就在天王座下发现了姐姐的尸体。没错，尸体虽然已经腐败得不成样子，但我还是从她手骨上的手镯，我认出了她。当时我就发誓，我一定要为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报仇。
欧阳昊天和赵双全得死，和他们狼狈为奸的周道和张晋鹏也得死。我知道他们肯定还会再回感业寺的，我就在这儿等，还真让我给等来了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我没想到他们4个人居然会自相残杀。我遗憾的是，我没有亲手杀了欧阳昊天。哼，这看来呀，冥冥之中还是自有神助的，这就是报应不爽啊！错了。我没错，这就是报应，这是报应，这是佛菩萨的旨意，他们都得死，他们该死啊！老婆婆该死吗？李婉清应该受伤吗？你为了报仇，伤害无辜，这也是菩萨的旨意吗？李婉清到现在还没醒。你给我住嘴！李世民的后代，你给我拿命！媚娘，出家！媚娘，媚娘，媚娘，你没事吧，媚娘？明空，你这是为何？媚娘，来人，将他拿下！陛下，陛下，媚娘，不可以杀师太，他对我极好。好，朕答应你，你要接着住。是的，冤冤相报，始了。妖妇，你还想干嘛？陛下，我以为他封住血脉，明空应无大碍。媚娘，师父，师太，师太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今日我刺杀李氏后人，也没有想着活着回去。当日我刺杀你，跟婉清实属无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师太，你放心，我跟婉清不会怪你的。我死后，拜托你替我照顾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大人，王友仁调集接应圣驾的人马，即日就要出发，这皇上就要回长安了，得想办法呀，否则那武士可就真的回京了。事已至此，我也无计可施啊！大人，您不能撒手不管呐！哎呦，不是不管，是没有办法呀。是啊，现在不再是武士回宫这么简单的事情，而是要看厉贵妃和王佑仁的意图了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将一切消灭在萌芽状态，不能等到羽翼丰满了再想治理，那可就来不及了。可是眼下，我们总不能跑去感业寺拦住圣驾，说不让带武士回京吧？拦截圣驾，这是我们一品大员所为吗？拦驾，这也不失是个好办法。媚娘，媚娘，你可算是醒了。陛下，不要动，躺着不要动。回禀陛下，明空师太已无大碍，之后每隔3个时辰换一次药，
静养数日便可痊愈。朕知道了，下去吧。诺。陛下，朕在这儿呢。媚娘，你这是何苦呢？陛下对媚娘的恩情，媚娘无以为报。为了陛下，媚娘死也甘愿。傻瓜，朕怎么舍得让你死呢？你今后若再做出这等傻事，朕绝不轻饶。哎，明空师太醒了吗？嗯。那婉清呢？嗯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你别太担心了。婉清姑娘吉人自有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嗯。你们两个串通的，怎么都说一样的话？嗯。放心，我没事。我去看看婉清。哎，喂，你干嘛？放手！以他的性格，他肯定觉得婉清姑娘是因为他自己受的伤。你呀，让他一个人静一静。也是，其实婉清姑娘也挺可怜的。你想一想啊，睡一觉起来，一切都变了，自己的恩师变成了杀人凶手，而且我们这帮人也要走了，不是吗？不用亲眼目睹生死离别，这样或许对他更好一些。他跟你的性格不一样，要是亲眼见到自己师父服毒自尽的话，他肯定承受不了。嗯，说的也是啊。喂，元芳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给我说清楚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拐着弯骂人，你骂我无情无义是吧？我没骂你啊。没有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虚伪啊你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下次再这样，看见没？我把你装进去。婉清，都是我不好。若不是我拉你去后山，你就不会如此长睡不醒。快点醒来吧。慧元师太临终托付我照顾你，你若不醒，我怎能安心呢？你喂鸽子的样子很好看。你知道吗？你喂鸽子的样子很好看。少爷，我错了，我也觉得他喂鸽子的样子很好看。啊！哎呀！少爷，我错了。告诉我，来干嘛？来干嘛？啊！哎呀，我来给你报个好消息的。什么好消息？一呢是飞鸽传书来报，接应的马匹很快就到山下了，咱们马上就能回京了。啊。二呢是皇上在娘娘的劝说下，娘娘？就是明空师太，娘娘都要跟皇上回京了，咱总不能一直叫人家师太吧？嗯。总之呢，皇上准备将天王的尸体挖出来，重新安葬，以了却这段孽缘了。那就好。走了，少爷，出去走走。我都在这儿听一下午了。啊！不，少爷，我错了。死二豹！
陛下何以一人在此？朕近来事务繁忙，加上媚娘又受了伤。陛下无需多虑，明空师太已无大碍，只需安静调养即可。朕若想不多虑，身边要有像狄公子这样的人常伴左右才是啊。陛下过奖了。狄仁杰，你这么聪明，为何不去考取功名？哼，做官有什么好呢？又烦又累，还提心吊胆的。哼，你小子果然是个聪明人。别说是做官了，就是做皇帝也不是好差事。陛下何出此言呢？在外人看来，朕是一言九鼎，95之尊。朕自登基以来，处处看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的脸色，似乎他们才是大唐的皇帝，而朕，则是个木偶。木偶而已。无论大事小事，都要任听他们摆布。就连朕想要带心爱的女人回宫，都不知是否顺利。长孙无忌乃是陛下的亲舅舅啊，在权力和富贵面前，哪里有亲情可言？朕之所以能够当上这个皇帝，就是因为朕自幼性格仁厚软弱，不争是非长短。舅父他们就是看准了朕的这一点，才让朕当了这个傀儡皇帝。其实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势力和私欲罢了。陛下，你说的这些草民不敢妄言。陛下已经是95之尊，这天下就是你的。要怎么做这个皇帝，又做成什么样的皇帝，这都在陛下你自己。这些朕都知道，可是这满朝文武，大多数都是舅舅的人，虽然见了朕，都很恭敬，可是遇到事情都是看舅舅的脸色行事。似乎这大唐江山已经改姓长孙，而不是姓李。至于朕，除了点头和答应，似乎也没有任何话可说。朕本想借泰山封禅之势树威，可谁曾想，又是功亏一篑。天不佑我李氏子孙啊！陛下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时间长着呢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就算是熬时间，都能把他们熬倒了。何况这是下策呢，陛下。朕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朕才隐忍至今。以后，狄仁杰，你就是朕的心腹，朕准你可以自由出入这感业寺，包括朕的身边。以后朕就叫你怀英，如何？怀英谢陛下信任，如有可能，他日定效犬马之劳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君无戏言，你也不可失言。大丈夫一言九鼎，驷马难追。盈虚如彼，逝者如斯。父皇也好，西尹王也罢，这些前朝旧事，过去的就都过去吧。眼文、眼宽两位师太，劳二位给4位妃子做法事，超度亡魂，让逝者安息吧。善哉，善哉，陛下放心，睥睨自当好好准备。启禀陛下，长孙大人和楚大人到了，在外殿候着呢。他们怎么会来？那就劳烦二位了。好奇怪啊！什么？慧元师太说，她姐姐出宫的时候，已经怀了李建成的孩子。那如果按照她的说法，
薛良媛在死的时候就已经怀孕3个月了，3个月的胎儿在母体中已经成型，可是这几具尸骨里面根本就没有孕妇。你怎么来了？跟你一样，来查一样东西。不过看样子，我已经不用动手了。那你想怎样？当然据实以报了。千万不要。怎么？你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吗？请容我考虑一下。狄仁杰，办案子切忌感情用事。我现在就去禀告陛下。哎，你不会跟我来真的吧？别去，我求求你，请你多给我一点时间。放口。我可以答应你，现实就在今天晚上。还有，如果你今天晚上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，休怪无情。不知几位爱卿不辞辛劳来到感业寺有何要事？臣启陛下，臣在京城闻之，陛下欲将先帝之才人感业寺出家女尼明空、武氏媚娘带进宫来，不知传闻是否真实啊？楚大人，你很是关心朕的家事啊。陛下乃九五之尊，陛下的一言一行都和国体息息相关呐。陛下的家事已不再是家事，是国事、天下事。明空师太，狄公子不必多礼。狄仁杰尊敬明空师太，理当如此。狄公子所言，媚娘十分感动。明空师太不再自称明空和贫尼，看来真的要随皇上回京了。只要能和皇上在一起，哪怕是3天5天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看来明空师太对皇上真的是情深意切。可是啊，可是什么？可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大人已经到了感业寺。我想明空师太也知道他们来的目的。我预料的事，终于还是发生了。
明空师太的目的是回到皇上身边，还有和人的约定。和人的约定？在下当日明明听见你跟人有约定，言说有计划和目的。在下敢问，你们回京的目的和计划是什么？我武媚娘深爱着皇上，愿意为他生死相许。至于其他的，都不是我的本意。如果你真的深爱皇上，那么你就更加不应该对他隐瞒，也不可以成为他的危险。我很想知道，你这次回京对谁有利？狄仁杰果然聪明过人。我对什么人有利，就是和什么人有约，是吗？我只是不想你被人利用，也不想你成为别人控制的木偶。这样会祸及皇上和大唐江山，你知道吗？与其说我利用别人，不如说我利用他们帮我回宫，回到我心爱的男人身边。这有什么不对？这样就亵渎了皇上对你的深情厚谊。我坚信，两个人相爱，不应该有隐瞒和秘密的。家父和太祖皇帝是挚友，武氏家族的名声也曾显赫一时。可是，在我娘生下我不久后，家父便撒手人寰。因为我娘是继室，所以在我11、12岁时，便看尽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。我发誓要通过我的努力，让我娘过上好日子，不再受人欺负。所以太宗选妃时，我毛遂自荐，说我是武士约的女儿。太宗怜惜，召我入宫，封为才人。我进宫后，太宗对我一直疼爱有加，可是一直把我当成孩子，没有半点男女之情存在。后来先帝病危，皇上还是皇子之身，每日前去守护。和我因而相识，日久生情。先帝临终前嘱咐皇上，要好好照顾我，但那也只是口谕，没有半点人证。后来先帝驾崩，所有未生育的嫔妃都要送往感业寺出家，当然也包括我在内。皇上为了这件事，屡次和长孙无忌翻脸，但都不能撼动他送我出宫的决心。我不忍心看到皇上四面楚歌，所以自动请命，前往感业寺。没想到这一别就是3年。既然你已经略知一二，我也不妨全都告诉你吧。眼下，徐昭元的儿子马上要立为太子，贵妃的地位岌岌可危。我这一次回宫，就是为了压住他嚣张的气焰，让皇上不再专宠于他，保住贵妃的位子。王氏不好，那元芳参与其中了。这件事只有王大人和贵妃知道，没有其他人知道。你是唯一一个局外人。你回京，真的只是帮助丽妃打击徐昭元？其实他们2个谁得胜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可以回到心爱的人身边。至于是不是被人利用，我也毫不在乎。但我想请求狄公子一件事。何事？
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，包括婉清。我可以不告诉任何人，但是你说，你不会伤害皇上，也不会卷入丽妃和徐昭元的战争中，我如何信你？凭我愿意为皇上，自愿到这青灯古佛的庙宇静修，凭我敢为皇上挡剑。好，我信你。可是，长孙无忌他们已经到了感业寺，看来你要回京，也不是那么容易啊。可以得到皇上的心，即使不能常伴左右，要我孤老在这感业寺，我也一生无憾。好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武氏乃先帝嫔妃，乃陛下庶母啊！这天下哪有儿子娶母亲的道理啊？陛下，切不可做违背天理、颠覆祖训、世人笑骂、遗臭万年之事啊！褚遂良，你如此忤逆朕，不想要你的脑袋了吗？陛下息怒。你们还知道让朕息怒？口口声声伦理道德、仁义礼智信，可是你们看看自己，如今说的话，像是一个臣子说的话，像是一个臣子做的事吗？不能阻止陛下行不义之事，老臣甘愿陛下赐死。好，褚遂良，既然你一心求死，朕便成全了你。来人，拉下去斩了！陛下，陛下要斩褚大人，就连老臣也一同斩了吧。臣与褚大人都是先帝托孤的老臣，褚大人一人前去见先帝，先帝会不高兴，臣愿陪同前往。你们这是要逼宫吗？臣不敢，臣只是不想让陛下错杀忠良，铸成大错，陷陛下于不义呀！好一个不想陷陛下于不义！参见陛下。大胆刁民！陛下跟重臣议事，你竟敢私自闯进来，惊扰圣驾，罪不可饶！陛下，我等君臣议事，岂可让这一介草民参与？来人，在，把这刁民带下去！等等，长孙润泽大人，此人乃是当年赫赫有名的京城四杰之一，狄之训之子狄仁杰。此次要随同前来感业寺，不但殿前救驾，而且四位大人的案子，多亏了他才可以破获。那又怎么样？难道就为这事让他居功自傲，不把陛下和我等放在眼里吗？就难道如此放肆吗？哼！陛下，狄仁杰一时妄行，请陛下恕罪。你不必自责。狄仁杰帮朕在感业寺破获重案有功，朕特许他可以自由出入，甚至随朕左右。陛下，我等在此议事，一定要这小辈在此聆听吗？大胆，狄仁杰，你擅自闯入，尚未治罪，还狂笑当场，想给狄之训的脸上抹黑。也罢，看在你父亲的薄面上，暂且饶过，还不赶快下去？哎呀，原来我父亲面子还挺大。长孙大人，我替家父在此谢过。那长孙大人，刚才陛下准许草民聆听在侧，你为何还要赶我出去？莫非有不可告人的事情？哼！你为何要置陛下颜面和意愿不顾，而咄咄逼人呢？你何出此言？你们看看，陛下20出头，但几位大人都已经是不惑以上了。
有些还是知命和花甲之礼。表面上呢，是君臣之分，但我看来，就像大人欺负小孩儿。你无稽之谈，乳臭未干。国家大事，你懂什么？是国家大事，我是不懂，但承家父教诲，自幼知道尊老爱幼、忠君报国之理。我想，各位大臣也知道这个道理吧？这是自然。可是刚才你们以死相挟，让陛下陷入两难之中，这是忠君之举吗？陪我去见皇上。不行，你这个伤口一颤动，就会裂开出血，你不能去。为了皇上，我死都不怕。我不能让他独自面对重臣的指责，我要陪他承担这一切。走。你可知陛下要娶的是何人吗？是先帝的嫔妃武才人，是当今陛下的庶母。这天底下哪有儿子娶母亲的道理？你笑什么？笑什么？笑，我笑你们这帮人迂腐之极。哎呦，哎，不要动怒，不要动怒啊！哎，让我这布衣小子慢慢道来。对，你们说的对，天底下哪有儿子娶母亲的？对，确实没有。但我想问，何为母亲呢？生我者，养我者，生养之人，即为父，为母。大人高见，你也这样认为？生你养你的人才算爹娘。但是武氏既没有生陛下，也没有养陛下，何为母亲呢？她是先帝的妃子，按辈分讲，她就是陛下的庶母。这自然。可是先帝何时当武氏是妻室？这太祖皇帝跟武氏之父交情至深，两位大人应该知道吧？武氏进宫12载，先帝虽册封为才人，但是从来都是当他是至亲的孩子，从未逾越雷池。同时进宫的嫔妃都已经晋升和孕育子嗣，每天伴在先帝身旁。可武氏呢？每天一人习文弄墨，琴棋书画，洁身一人呢。这只是你凭空设想而已。是凭空设想，还是有人从中作梗？大家心里有数吧。陛下，先帝驾崩之前，把武氏赐予你，但好像没有人遵从先帝的遗训，是吧？是。先帝临终前确实说过要将媚娘赐予朕，只是朕当时悲伤于先帝的离去，未曾多想此事。没有想到，在这之后，此事便无人再提。朕再提及媚娘，就变成祸乱后宫，违背纲常之事。那先帝离开之前托付的顾命大臣是长孙大人跟楚大人吧？是。好。那我一个一个的说，先说长孙大人。老夫有何可说？长孙大人，你是先帝未予的顾命大臣，是长孙皇后的亲哥哥，是陛下的亲舅舅。但是你置先帝的遗训于不顾，让陛下陷于两难，这样说得通吗？我那是为了陛下的声威。陛下的声威？我看你是独断专行，独揽朝纲，欺陛下无力反击，是吗？你休要胡言乱语，离间老夫和陛下的亲情。长孙大人不提亲情还好，一提亲情我还有一说。长孙大人是当今太傅，是陛下的亲舅舅，位高权重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但是不顾陛下的感受，让陛下饱受了3年煎熬，这样是亲舅舅所为吗？是先帝托付的用意吗？哎呀，不知道长孙皇后在天之灵，看见自己的儿子被自己的哥哥算计是什么心情啊？那刚才长孙大人所说的亲情，又是如何体现的？这大胆狄仁杰，
信口雌黄，颠倒是非，本末倒置。胆敢如此贬损长孙大人，你这市井之徒，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？生死有命，富贵由天，我从不介意。但是刚才大人说我是市井之徒，我想问，那你自认为为人如何？老夫自先帝以来，处处奉行忠君之路，刚正不阿，两袖清风，无私无惧之为，上对得起礼堂先祖，下对得起黎民百姓，不图富贵荣华，只求他日作古之后不留骂名，仅此而已。好，狄仁杰佩服，狄仁杰佩服。楚大人可谓是朝中栋梁，国之根本，可以名留青史。可是陛下，我听过先帝有推杯悔婚一事，不知道是真是假呢？当年，先帝由于怀疑魏征交于史官的书简中有对他不敬之词，而写进史书，情急之下下旨，解除了衡山公主与魏征长子魏书玉的婚约，然后又毁掉了魏征墓碑。后来先帝攻打高句丽，功亏一篑而返，这时才想起魏征临终之时的忠言，故而将墓碑复制。这个就是推杯悔婚之事。唉，千古明君险些弄成大错，心惊动魄呀！狄仁杰，陈年往事提他何用？回大人，陈年往事确实跟今天没有必然的联系，但其中细节确实令人困惑。先帝日理万机，大唐百废待兴，先帝哪有时间日日看史记？那先帝是如何得知魏宰相的书简落到史官手里的？又如何得知其意呢？那只有一个人，就是当时史官暗中告密，夸大其词，断章取义，让先帝动怒，做出推杯悔婚的事。幸好先帝及时醒悟，才没有给后人留下画饼。诸位大人，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史官是谁吧？楚大人，当年老夫也只是向先帝禀明书简内容，并没有涉及其他。楚大人，先帝从简如流的美德，世人传颂，而善于进谏的魏宰相也是人人称颂。本来这是大唐的幸事，百姓的福德，可是你却包藏祸心，暗下毒手，对一个为大唐和百姓有贡献的已故之人做出此举，险些有辱先帝英名，还让魏宰相九泉之下蒙冤。我这市井之徒，真的不敢苟同您的为人呢。狄仁杰，你屡屡犯上，究竟是何居心？狄仁杰一介布衣，居心也罢，不居也罢，无关紧要，关键是，几位大人，你们都是大唐德高望重的国本和脊梁，绝对不能以己之私夺他人之心。陛下跟武士是情深义重，不顾世俗言论，不惜放弃大唐江山，绝非旁人眼中所见的帝王与后宫妃子的普通故事，而是世间平凡而又罕见的旷世之恋。敢问几位大人，你们也曾年少轻狂过，也曾有过自己心爱的？你们在听什么？嘘。陛下生性仁厚，不贪慕权贵，无意储君之位。先帝正是看重陛下这一点，所以把皇位传给了陛下。可是你们竟然不顾陛下是个重情重义之人，为了一些伦理辈分，拆散陛下跟武士，把武士赶到感业寺，让陛下饱受相思之苦。这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有何分别？时至今日，你们还是一一阻拦的话，你们就不怕陛下撒手大唐江山，挟武士远走他乡吗？到时候你们所谓的忠君之心，就变成逼天子出走的齐天大丑。我相信，上至文武百官，下至黎民百姓，无不骂你们，甚至也会怀疑你们有逆谋之心。信口雌黄。狄仁杰说什么无关紧要，关键是几位大人不要再一意孤行，为难陛下了。自古有道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男欢女爱乃人之常情。几位大人不如成人之美，
留得佳话吧。臣启陛下，狄仁杰虽年少，且话语轻狂，但细细品来，却句句在理。老夫听了，内心激昂澎湃，久久不能平静。先帝托付陛下，陛下当年又许诺武士，就该话付前言。臣愿意陛下接武士一起回京，伴在陛下左右，为陛下分忧解难。难道王大人如此关心朕？朕心甚慰。你们几个还有什么意见吗？好，既然都不说话，朕便带媚娘回京。臣启陛下，武士可以同陛下一同回京，不过臣请求陛下，暂不要予以武士封号为妥。这又是为何呀？武士与陛下情深意重，就不会在意封册之类的事情，否则，他对陛下的情谊就值得臣怀疑。长孙大人，刚才你句句伦理道德、纲常之类的话，但是平常百姓都知道名分的重要性，何况是陛下呢？这次武士回京本来非议就多，如果没有名分的话，岂不贻笑大方啊？更会遭到其他嫔妃娘娘的嘲笑和欺凌。这么点苦都受不了，怎么能做陛下的女人呢？长孙无忌，难道你就要媚娘如此没有名分的跟朕过一辈子吗？臣不敢。他日武士若生下子嗣，再册封，也为时不晚呐。你。朕绝不可以如此辜负媚娘。陛下没有辜负媚娘。媚娘，媚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伤势未愈，怎能擅自下床呢？陛下，不要再为媚娘名分的事烦恼。只要能跟陛下在一起，媚娘什么都不在乎。你们都看到了，这个女人为了朕连死都不怕，朕怎能弃她于不顾？媚娘，你待朕情深意重，生死相许。朕今日便当着众人的面对你承诺，朕此生定不负你。若再有人阻拦，逼着朕开杀戒，朕定诛之。陛下英明。媚娘，你怎么了？启禀陛下，明空失态，伤口还未痊愈，所以情绪不能太过激动，否则伤口还会再度裂开出血。千万不可再煽动了。你为什么要出手？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不出手吗？两个人情深意重，为什么不可以在一起呢？你是指陛下跟武媚娘，还是你跟李婉清？你猜。说吧，我怎么帮你？你同意了？看到你为了成全皇上跟武媚娘的爱情，舌战群臣，不惧众官，我还有什么不能妥协的吗？
们早就看透了。莫瑶，把他头盔拿下来。我凭什么要听你的？你什么时候了，还在闹？婉清姐姐，真的是你啊！皇上和明空师太已经被我们转移到了安全地方，你找不到的。你，要不是梦瑶今天提醒我，我也想不到，你就是慧元师太的帮凶。婉清，你伪装得太好了。其实我应该早就想到，是你一直在误导我们。张晋鹏死的时候如此，在后山的时候也是如此。你一直在误导我们，让我们以为杀死张晋鹏的是一个武功高强、身材魁梧的汉子，成功的转移了我们对师太的怀疑。其实，师太没偷袭你，是你自己摔倒，装晕过去，对吧？老婆婆！啊！为了让师太有机会偷袭我，你故意晕倒。其实，你一直清醒着。是你自己要相信的，与我何干？那我在你床边说的话，你都听见了。小虎，你在床边跟他说什么了？没有，没说什么。你们最后的目标，应该是皇上吧？因为先皇毕竟是你的杀父仇人。我查过妙志，贞观2年4月，你被抛弃到感业寺外，是眼宽师太将你捡回寺中收养。那时候你才3个月大，正好跟慧元师太口中提到的薛良缘的孩子年龄吻合。其实慧元师太应该就是薛良缘，你就是他的孩子吧？不要再说了。慧元师太怕事后把你卷入是非，所以不顾一切。住口！不要再说了。没错，我的母亲就是慧元师太。她是个极其聪慧的女人。她得知太子姬妾必须出家的消息之后，立刻感到李世民不怀好意，于是找到妹妹跟她商议。为了保全太子一脉，她决定跟妹妹互换身份，让妹妹代替姐姐到感业寺出家。于是母亲在宫中偷偷生下了我。从此以后，就没有了妹妹的消息。为了要寻找妹妹，她带着襁褓中的我，偷偷离开宫中，来到感业寺。之后的事情，你们就都知道了。这么说来，这4个人当中，的确有一个人是你母亲的妹妹，可是那个人不是薛良缘。在我9岁的时候，就知道自己的身世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勤习武功，不论严寒还是酷暑，从未间断过。我还习读医书典故，辅助我练功。
为庙里的尼姑，还有山下的百姓治病。我蛰伏于感业寺20年，为的就是今天这一刻。婉清，让开！如果你想让他活命，就带我去见皇上。婉清，慧元师太不想看见你这样子。慧元师太，她一直暗中庇护你，一直不想将你的身份暴露，就是不想你被坏人利用。你让开！慧元师太临终前把你托付于我，你若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就让我有负于他的重托。那不如你先杀了我吧。我为什么要杀你？今天你要杀皇上，你就得先杀了我。你别逼我！小虎，小虎，小虎，你怎么了？小虎，喂，你别吓我！小虎，小虎，赚够了没有？起来！啊，早知道他拍我这边胸口，我就不垫这边了。哎，皇上交给你们了。哎，小虎，小虎，二宝啊，皇上怎么样？皇上没事儿，迷得死死的，最少也要睡3炷香的时间。那皇上就交给你们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哪知道？婉清，婉清，李婉清，婉清。母亲，都怪女儿不孝，不能帮你手刃仇人。今日一早，李世民的儿子即将离开感业寺，已无别的办法，女儿只能拼死一搏，刺杀皇上于殿前。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婉清姑娘，请你收手，跟我回去吧。我的事不要你管，你走吧。你也知道，要杀皇上，就等于自寻死路，何必呢？这有何关系呢？我已一无所有，只不过拼死一搏。婉清。
你放手！答应我回去，我就放手。你放手，我就跟你回去。你为什么不躲？你已经答应我回去了，其他不重要。我回不回去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的死活没有人在乎。我在乎。你不要骗我，你有什么？我说我在乎。我不相信你不会在乎我的。你听我说，我说我在乎。就来求见娘娘。狄仁杰要见我，他说有件事想拜托娘娘，还有一封信要奴婢转交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诺。二师，
昨晚休息的可好？有劳尚书大人费心，老夫睡眠一向很好。好，好，那就好。王大人，老夫忘了向你道喜啊。哦，你这次感业寺之行可没有白来，户主有功不说，还平白少了几个竞争对手，而且还多了一个有力的帮手，老夫实在是佩服，佩服啊！哪里？王大人，有句话，老夫想提醒你。野兽毕竟是野兽，现在虽说幼小可爱，它毕竟是要长大的。引狼入室的事儿，你今天可是做下了。待小兽长齐牙齿，反咬一口，到那时莫怪老夫没有提醒你啊。多谢恩师提点。没看见这小兽阵前救驾吗？学生自有驯兽的办法，恩师不必多虑。阿弥陀佛。参见陛下。狄仁杰，你来的正好。这次在感业寺，多亏你跟元芳鼎力相助，才得以破案。朕对你们二人十分赏识。不如这样，让王爱卿在刑部给你们二人谋个职位，将来你们便留在京中办事，如何呀？啊，这自然最好不过。狄县知，还不赶快叩谢皇恩？谢陛下皇恩。但是淮阴生性好动，贪玩骑射。若陛下让我在衙门坐班1、2天尚可，1、2个月就要了我的命了。到时候坏了大事，恐怕有3头6臂也赔不起啊！哼，真有这么严重吗？啊，千真万确。淮阴资历尚浅，不堪大任，望陛下恕罪。既然如此，也罢。你不是志在云游四方吗？朕便派你去各处体察风土民情，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历练。谢陛下恩典。这块金书铁券，朕赐予你，将来见此铁券，犹如见朕，你可要好生保管，可不能丢了啊。谢陛下。元芳，朕封你为正6品主事。主要负责掌管大理寺流刑以下案件以及各州县刑徒以上案件，你可要好好做，不要让朕失望。谢陛下。狄仁杰后生可畏啊！如果将来走上仕途，可担国之重担呐。还是担心一下回去后怎么对付武士吧。陛下。大家都各自封赏了，媚娘有事相求，不知陛下许是不许？许，朕当然许。此次你救驾有功，朕本就该好好赏你。媚娘倒也不稀罕什么封赏。我在感业寺的日子，多亏了婉清姑娘照顾，如今我要回宫了，想要请陛下开个口，赐婉清一个去处。婉清愿随娘娘回宫，侍奉娘娘左右。你照顾我这么长时间也够了，自当该有个好去处。这样吧，狄仁杰他们想要去游历，你陪他们去。这怎么可以？他3番几次救你，就是有缘。况且他们一行人多个女孩子照应，方便一些。娘娘，请娘娘带我回京。婉清，历代宫闱都是是非之地，不适合你居住。狄仁杰这小子日后必成大器，你跟了他不会吃亏的。相信我的眼光，我从来没有看错过人。陛下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这个还要问狄仁杰啊？朕顺听民意嘛。
娘娘太客气了，陛下，娘娘建议很好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便随他们去吧。可是，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这件事情就按媚娘说的办了。魏公公，奴婢在。咱们准备起驾回京了。诺。陛下谕令，起驾回宫。恭送陛下。你又来了，走好远了。狄仁杰，没想到最后你竟然用这一招把婉清姑娘留下来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算了，此案已了，你们欲往何处？随行而至。